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今天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张启凯委员、赖斯宝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钟培军议员。好，伊朗总统今天突然传出来辞职不干了，那所以呢，这个辞呈说他们在内斗，我已经没有办法治理国家了。当然也不知道真的假的那很多官员说假的因为现在各种假消息啊什么也很多了那所以呢，这个到底他是不是真的辞？不过就是那个铁卫队革命卫队呢，好像还真是掌权的，所以伊朗总统可能觉得他也还蛮无力的那另外呢，美国跟伊朗协议到底一直还没签呢，一直要签成，一直怎么回事？说川普提更强硬的条件，就是这川普就是说他就是商人嘛，对不对？你如果你比如提了一个合约，对方如果大概还可以接受他说不行要再加严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特别对于核子原料等等议题呢修改这个原来的草约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比如你讨价还价，房子多少钱？2000万，好，我买了，我不卖了，为什么？你怎么一口就答应呢？是因为我开的价太低了嘛？不行，我回去考虑一下经常是这样就是你对方如果同意了，他又觉得说我是不是便宜了他所以呢，川普又提出更强硬的条件那这个伊朗那边很麻烦，说找不到人，所以最高领袖那个哈梅尼的儿子躲在山洞里面，伊朗很多山洞怕被人暗杀说他受重伤，但是又躲起来，所以呢，他们一个消息要经过层层我传给他，他传给他，然后到洞里给他看，他看完以后，他们不敢用现代的通讯设备，因为怕暴露这个行踪行动的话，以色列可能去暗杀他，美国可能去斩首他，所以都不敢讲自己在什么地方。所以任何消息要3到5天才能传达，传达到他要考虑，然后他决定后再传达出来，你看要多少天？所以为什么慢？美国说就是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怕暗杀那另外呢，这个核计划的这个解除谈不拢，所以呢，继续在僵持在那个地方都不想再打，但是呢，也不愿意呢就结束了所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说，为什么川普介入国际的事务常常很难收尾，就是因为华盛顿最不擅长就管控他国的政局发展，因为你不能用以子之心美国人去看别的国，那别的国就跟你不一样文化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传统不一样，民族性不一样，这个经济状况不一样，那就打了。为什么打呢？因为美国一个 MQ-1 无人机被伊朗打落了。所以呢，美军又很生气，就打荷姆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的2个战略要地。打了以后呢，伊朗又反击所以呢 ，CNN 就说伊朗重启地底的飞弹基地，美军看来有战略极限。什么意思？就是伊朗因为它很多山嘛，它在洞里面要发射飞弹，要把飞弹拖出来发射，它把那个洞口给你炸了，就像我们花莲那个嘉山基地。只要老共一打我们飞机赶快躲到花莲嘉山基地，躲在里面去，然后等到过一阵再出来，再反击。那他这个飞弹，他把洞口给你炸了，洞口炸了以后，你认为你就飞弹出不来了？结果说美军炸了这个18个地下飞弹设施，里面有69个隧道入口，因为要进出隧道，已经呢有50个重新打通了。他就说他们从这个卫星看。伊朗用推土机、砂石车等等这个很简单的施工设备，就你炸完把它挖又通了当然跟花莲不一样，花莲我们是空军是要跑道的，炸了以后是不是立刻能够把跑道铺好他们说有准备快干水泥等等，现在都不知道了。不过这些战争都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了，我们看一下。美媒透露，美国总统川普对目前的协议内容并不满意，甚至亲自要求修改部分条文。争议焦点包括浓缩铀如何移交，以及荷姆兹海峡未来开放机制。Well, I think we're in the really last moments of these negotiations, or what potentially could be the last moments of these negotiations. 不过，就在协议似乎即将拍板之际，伊朗态度也越来越强硬。伊朗最高领袖顾问最近发文批评川普一边谈判一边封锁海峡，根本是在背叛外交，还宣布推动法案，准备将荷姆兹海峡管理权正式入法，并警告任何干预海峡管理的行动都可能遭到反击。而在另一头的以黎边境，战火同样没有停歇。以色列和真主党持续互控违反停火协议，并以此为由发动攻击，显示中东局势距离真正降温，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梁大伟，是我们看到大家都知道嘛，美伊谈判主要
主要当然很多了哈，但是主要还是锁定2大重点，一个就是安全的部分，安全的部分这个和这个浓缩铀哦，浓缩铀你到底怎么处理？这里面来讲的话是5年或者20年，或者是说另外的部分就是美国要求它移出去外面，那移出去外面就有好几种版本，移到中国大陆或者移到俄罗斯或者移到美国，这个都是来谈的东西的，这是一个。第二个东西就是荷姆斯海峡嘛，荷姆斯海峡的话，现在伊朗还是坚持说我要管理。那美国的话，因为它使出了杀手锏，说你封锁，我再反封锁，我再封锁部分，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这2大问题都没有办法说很快的落幕，很快的2兆有共识。原来几天前说有共识，可是后来觉得不对，那就出到一个问题哦，那到底谁谈的？那这个谈的人是不是得到这个伊朗的官方的这个授权？那伊朗的官方是谁？现在传出来说伊朗的总统要辞职，为什么总统要辞职？他会觉得他被架空，他好像假的啊！本来你看他的体制，他本来就假的啊。这个来讲的话，这个谁讲的？这个老公他们讲的，枪杆子出政权了。这个枪杆子在谁手上？革命卫队，革命卫队是什么？是神权，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讲共产国家，或者说以党领政，那是共产党在上面，然后行政部门在下面。你是不是看到老共他的一个行政大楼啊？最高的那层一定是党的书记，再过来是市长，市长什么之类的所以清楚来看的话，是这个行政部门是制约于、受制于这个党，那现在就受制于神权。这个神权的话，它是真的。那我查了一下伊朗革命卫队啊，它里面它不是只有说军队而已很厉害，还做生意军事力量、情报、安全系统、地方的一个网络，金融网络、大型企业集团，它里面来讲的话，它掌握到大型的公共工程。它国内的高速公路以及合约的这些的驾驶等等的它整个经济体掌握伊朗的 GDP 50%，所以你就注意看到伊朗革命卫队它除了军事一支很完整的军队之外，它还有很完整的一个商业体系，所以你就发现到真正掌权是这里嘛。那总统的话4年选一次，哇，这个民主啊，那你就发现这好像是假的嘛。所以他一定是，我认为一般来讲，大家看到的讯息是，伊朗的总统对外面去谈，跟美国谈，都是希望要发展经济。他的主力，他的权力就在于说，国内的经济不要通膨那么的严重，物价不要一直涨。我们希望能够老百姓能够赶快恢复正常。美国的这个有关于海外资产的一个封锁或者一个冻结能够解冻。目前谈到的大概110亿120亿美金。那可是你就会发现到那伊朗总统在这一局里面，他就发现越来越无力感，那干脆就退出。好，基凯，伊朗总统真的可能请辞吗？对啊，伊朗总统请辞，一早就传到这个消息。伊朗反对派的这个新闻，那我刚录影前看的最新的这个消息，伊朗的官方都出来否认了。他说他们总统不只会坚守这个岗位，而且会就是说会抗拒到底，因为美国他们现在最大变数是什么？刚刚这个赖文在讲，他说这个伊朗本身有这个革命卫队，最大的变数是谁？是川普啦。他们两边已经谈出个备忘录了，结果川普又定关给刚刚讲就是喊价，他加了2项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一个刚刚讲这个浓缩铀，他写说什么要更严格的这个管制，然后呢荷姆斯海峡，他说你要更明确。甚至连那个资金，现在伊朗的资金被美国冻结了，对不对？他连那个资金都有意见。就是现在最大变数是备忘录已经进展到差不多了，结果川普一回去，现在可以一个定管给啊。所以现在连伊朗的那个国会议长都出来，他说是美国现在变成什么一个嗜血的一个敌人，是不是？我们本来就没互信啊，我们好不容易达成一个备忘录，你回去你又一直改，我们怎么能够接受呢？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川普一直在改这个每次这个备忘录的这个内容，我在短时间大概不会是有答案的哈。那现在最严重问题是什么？现在是两边没有互信啊，大家记不记得当初228当天为什么开打的？有斩首这个行动，当初两边是在和谈的，
所以现在伊朗对美国完全没有信任度，然后美国这边要一直在改这个核协议，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大概没完没了了。它影响所及就是继续美国虽然现在看起来川普一直在喊价，可是对川普的这个杀伤力对美国影响是最大的，因为通膨也一直在涨啊，超过3%的这个通膨，然后它的油价一直在涨，物价在涨，受害者最大的，我是觉得当然。战争没有赢家了，伊朗一定是很惨，没有错。可是川普如果让这个战争再持续下去，每次这个合约到后来他都又抽回去的话，这个美国这个期中选举，然后对整个川普、对整个美国国内的这个影响还是会非常非常的大。不过川普自己吹牛了，说我不在乎期中选举，没关系。伊朗认为我会在乎期中选举，我不在乎哦。他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说川普第一个已经签了备忘录，川普一直改，我判断将来就算签好了，川普也可能不承认。他过去几个总统签了，他都不承认嘛，对不对？要退出这个，退出那个，所以就算签好，他过阵想想看，期中选过了，如果他能够过关，想想看，我可能还划不来，搞不好又要去干嘛？所以他的对手就很难相信他。现在就是这个川普最大的问题，对吧？他上次就是跟伊朗说下礼拜就要谈和谈，就要谈成了，这个礼拜去炸人家。那现在说合约快签好，他又改变了哦，所以我在想哦，他的部署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每次都不说，就他决定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就回来。好，新加坡在办香格里拉会谈，就是高层的军事会谈啊。美国国防部长演讲30分钟，居然没有提台湾。哦，那去年还对老共很凶啊，说我们要怎样啊，必要的时候我们要防卫台湾等等，今年是不谈了。哦，所以呢，这个彭博社说看起来习近平赢了，就至少美国不谈台湾了，不谈台湾了啊。那另外呢，这是超过10年来第一个在这个场合对台湾只字不提的美国国防部长，所以呢保持沉默。为什么？因为川普要邀习近平9月24号去访问了，那习近平去不去都有变数，他要看你表现呢，表现好我才去啊。那什么叫表现好呢？没有提台湾完全没提台湾。那另外呢，美国的战争部长说，美国对台湾立场并不变，没有改变，对中国是手持大棒，轻声说话。我们武力还是很强的但是我讲话客客气气的这我们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叫做硬人说软话。这中国人硬人，他明明很有实力，讲话都非常客气，很客气的。我不讲过吗？这些黑道老大我都见过。什么陈其礼啊，什么蔡冠能，到后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帮派，讲话非常客气，比一般人还客气。他不需要跟你凶嘛，你知道他后面有什么力量嘛？他干嘛对你凶呢？这叫做硬人说软话。当只有会那种喊打喊杀，只有小弟才会我把你干掉，那是小弟，老大绝对不讲这个话，10个眼神就够了。所以呢，当然他现在讲说，美国叫做手持大棒，美国是有武器啊，美国武力绝对也比中国强啊。中国也许有1-2个突破，3、4个突破是，但是整体来讲，因为美国一个国家的国防预算就是2、3、4、5、6、7、8、9、10，其他9个加起来都没有一个美国多，所以美国对不对？而且全世界都有部队啊。日本就将近4、5万啊，韩国的3、4万啊，德国原来5万啊，现在少5000啊，对不对？但是加到别的国家去了，中东也将近5万，他是全世界搞了几十万部队，花多少钱呢？所以他说我是手持大棒啊，但是轻声说话对中国尤其现在呢不需要这个大声嚷嚷那另外呢，这个到底卖给台湾的军售，他再讲是川普决定，我们国防部长也没这权利，不要说这个什么国务卿。都是川普，全部川普决定，但是跟美伊战争无关。人家就说是不是武器不够了，所以卖不了？他说跟那个无关，我们武器是够的，不过也是吹牛的，武器大概也不太够了哈。那顾立雄说，美国没有变，我们的国防预算要朝 GDP 5% 来努力。哎呦 ，GDP 5%，我们的钱几乎是不是2兆了，差不多，对不对？5%就要2兆嘛。对啊。3%不是差不多1兆嘛。1兆出。9000多亿嘛，所以2兆5%差不多2兆了。而且 GDP 今年要增加，因为 AI 输出很好等等之类的，所以将来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才3兆，2兆编国防预算了好吧？所以呢，这个说左打菲律宾，右呛日本，大陆呢，它这个存在感十足，大家忘不了大陆的，不会忽视大陆的。我们看一下。
赫格塞斯连2年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美联社分析，相较去年直指中国大陆是威胁，今年演说淡化措辞。Pacific dominated by any hegemon would unravel the regional balance of power and undermine the equilibrium we all seek to preserve. 25分钟的演说没有提到台湾，这代表川习会后对台政策改变了吗？赫格塞斯重申，美国对台立场不变。The policy we have on Taiwan is the same as it wa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administration. The only change you might see is how we talk about the entirety of it. 至于大陆国防部长董军连2年没有出席相会，代表团层级降低。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相容，有台独就不可能有台海和平。梁永平，这个香格里拉对话啊，是2003年呢在新加坡开始成立的。那这个为什么美国的防长啊，10年来首次没有提到台湾，会变成是一个议题？因为这个对话论坛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亚洲防卫的对话，而这个对话当时设计之初呢，就是美国跟他的盟友呢，要利用在新加坡的这个香格里拉会议呢，来这个应对北京的就等于是说每一次就是要借由这个防长会议，然后大家呢，美国就说，你看我连结了这么多人，你这个北京呢，你在亚洲在南海不要太过分，如何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宗旨跟大家过去的互动。那赫格塞斯刚才这个赵大哥给他做一个形容，叫做硬人说软话。其实赫格塞斯他本人不是没有办法代表这个硬人，他呢是川普的 yes man 就川普说什么的时候呢，他就是见风转舵型的。去年川普还在高举反中大棒的时候，还在跟这个中国大陆大搞关税战的时候呢，哇，他骂中国大陆骂得非常凶。那今年川普跑到北京去访问，赫格塞斯竟然说，美中关系前所未有的好，因为川普总统的努力，所以他是一个典型的川普的 yes man 川普往哪边倒呢，他就往哪边说。那这次呢，他完全30分钟的谈话不提台湾，也跟他们心虚有关嘛。他们基本上对台湾的不管防卫各方面，他就不要承诺嘛。所以他用了一大堆的话，为什么会出现说到底现在军售不卖给台湾，跟美国对伊朗战争有没有关系？因为一样是他们战争部的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那个人的名字叫高雄不是我们高雄市的高雄。就他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作证的时候，他就讲他就说因为我们这个跟伊朗战争，我们库存都打掉了所以他等于婉转的讲说，可能我们其他的这个军售呢，我们会比较保守或者是暂缓。可是呢，赫格塞斯跟现在白宫又开始出来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也不要承认说他们的库存呢这个跟不上，因为他们库存跟不上，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软肋。所以整体而言呢，目前看来，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是真切的，还是只是拿来做一个借口，重要的是，就是川普因为习近平9月24号呢，已经接受美国的邀请要去访美，在那个之前呢，川普对台湾军售的那个140亿。还没有发价书的那个军售呢，他一定是能拖再拖。讲到这样，我就又必须说，立法院呢这次处理的不错，因为立法院呢当时就有考虑到这个有140亿呢，根本白宫都还没有签的这个部分呢，直接就已经讲说，那明年再看。这个部分，立法院这次通过的这个条例，已经有把时程这个部分处理呢放到明年去，所以必须说，美中的关系真的改变了。而美国到底他怎么处理亚洲的盟友，以及这些盟友呢，还有没有办法？不只是台湾还有没有办法同样的感受
它在这个亚洲安全上是可以跟美国站在一起的。我想这些发展都让大家打了各种的问号。佩君。我想这就是这个台美关系现实化的活生生的案例哦。因为民进党从这个过去执政这将近10年以来，就是都在吹嘘台美关系坚若磐石。结果美国在这个亚洲最核心的这个安全论坛上面，战争部长连台湾2个字都没有说出口哦。那当然，你今天可以看到不意外嘛，我们国防部长又忙着在立法院洗地啊、擦脂抹粉啊，说这个是美方的一贯策略啦，希望可以防卫分担哦。但事实上，这一句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美国要台湾出更多的钱，买更多的武器，美国不想要在这个演讲上面口头做出任何承诺保护你。事实上，他不提台湾就是一种关系上面的降温哦。这对每天这个不断振臂高呼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民进党来讲，又是一巴掌。那郭卫雄这个翻译年糕，当然我某种程度我认为他有点超译啊，也掩盖不了美国的刻意冷落。我认为华府的这个台海策略，正从过去民进党不断在讲的这种大内宣、盲目力挺，说只要台湾有事啊，美国一定会来出手，已经慢慢的走向了无情的交易跟实力主义。美国不提台湾，当然不会是忘了台湾，而是某种程度在向北京释放一个可控的讯息，他也在对台湾敲警钟啊！这个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件事情哦，你们的国防预算啊，还有防卫分担，显然还没有达到我们华府的这个商人总统还有鹰派战争部的标准哦。所以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不觉得这个战争部长对北京的态度软化，因为他必须要考量，就是他现在美国聚焦全球的多冲突，包括中东，包括乌克兰。那在印太地区，华府当然会希望用实力去让中国大陆坐下来谈，而不是用言语去刺激他。那再加上大家也很清楚嘛，川普正在准备要到这个秋天的时候要到中国大陆去跟习近平会面。那谈判之前在外交上面先降低双方的冲突，本来就是外交的常态。可是美国一方面在军事上面继续围堵中国大陆，经济上持续和他竞争，可是政治语言开始保留空间，就是这个棍子跟胡萝卜一起拿出来哦。那对台湾来讲，最重要的是不是他嘴巴有没有讲出这2个字，而是你要看出美国对我们的策略正在改变嘛。台湾在美国的这个手上，从民主同盟的看板，现在看起来某种程度已经变成地缘政治上面的筹码或者是报价单，这是非常现实的。所以民进党的大内宣口号，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川普的商人思维前大大的失灵哦。所以民进党如果还继续相信，还继续灌输国人说美国会无条件为台湾出兵，这种粉红泡泡里面，我觉得那就是台湾接下来最大的国安危机。梁教育。其实赫格塞斯一向都非常强硬，而且刚刚讲他对伊朗的态度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重启对伊朗的战争。可是为什么这次在香格里拉论坛里面，他的态度对中国相较于之前是非常缓和的？因为刚刚讲啦，在这个川习会之后，大家都看得出来，现在美中关系非常的缓和，一片这个安然无恙的感觉，这个无战事的感觉。所以呢，对于赫格塞斯来讲，他也要看清楚现状，在9月习近平要访美之前，都要维持这种温和、春暖花开的感觉。所以呢，他也特别不去提到台湾，就是不要刺激中国。因为之前的赫格塞斯他讲的是中国他可能会成为这个太平洋对台湾最大的威胁随时可能是会发动怎么样的武力的侵台等等，叫台湾要做好准备。可是他现在完全不提，这是第一个，因为大家都有认知到说，在9月之前，我们就要维持这样的一个态度。第二个就是说，对于台湾来讲，这个赫格塞斯也提到，美国会支持对于致力于自我防卫的国家，他也特别提到韩国跟日本的例子，所以这也暗示着台湾要加强国防自主、自我防卫的能力。只要你自己做好准备，美国都会支持的。而且第三个，他提到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跟态度是没有改变的，还是一致的。这也是暗示着台湾说，不用担心，美国还是一样的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只是现在。你习近平到底要不要买我们美国的农产品，什么牛肉啊、大豆啊这些说好的事情，你有没有做到？就看这个所谓的9月习近平到美国有没有把这些该有的这个礼物准备好。如果没有的时候，我相信川普或是美国又会继续这个对台湾的支持力道继续加强。所以现在大家，我觉得让子弹飞一会儿，然后继续看美中怎么博弈。但是台湾在这个时候，包括马斯克所讲的台湾。
湾这个是全世界晶片唯一的生产，而且主要的生产，得台湾者得天下。现在美台在不管是军工产业链，或者是晶片各项的这些产业的合作，在未来 AI 的大时代里面，都是一起的，都是同样的利益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可能把台湾拱手让人的，所以呢，维持跟台湾之间的关系，跟这个友好的态度，甚至暧昧不明的这种你知道不说破，但是默默支持台湾的这种关系，都会持续存在的。不过我觉得好笑的都不是这些了，这些当然重要了。好笑的是因为美国马上要250周年的这个国庆了嘛，那川普呢，现在除了财政部长拍他马屁要印个钞票250块，把他的头像印上去以外呢，因为他们最近在这个国会前面有个叫做国家广场，在这是国家广场。这个国家广场呢，在6月25号到7月10号要办一些活动。他们原来请了9组艺人来表演，都很有名的其中有不少是得了葛莱美奖的然后这9组里面现在有5组听说是川普办的拒绝了。就是主办单位在邀请的时候都没有讲是川普要办的，只是说哎呀这个国家庆典，大家说超党派超党派。后来发觉怎么川普还要来，川普最后还要讲话，就有5组就先后退出了。就我们不介入政治，其实我想他们是讨厌川普了，不愿意支持。本来美国艺人的影星就支持民主党比较多，支持共和党比较少，因为共和党比较右派嘛，民主党比较左一点，比较自由派，所以他们一听到川普来就走了。那走了就走了嘛，对不对？你就再找一些别人，川普生气了。他们这些三流艺人，居然拿那么高的这个，我们要花那么多钱请他们来，干脆都不要来了。我已经打算把它停办了。停办以后呢，我就干脆来办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演讲会。然后他们都忘了，我川普才是现在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明星。所以干脆我来演讲好了，就我演讲，不要艺人表演了，全部靠我一个人就好了，也不用给钱了，我自己来演讲，保证吸引比这些艺人来的人更多。川普实在是你怎么办呢？川普过去一直也不高兴，说葛莱美奖没有颁给他。所以呢，反正川普现在就这些艺人不来了，他说没关系，你们不来，我就找人来演讲，而且我压轴，我是全世界最受人家欢迎的明星，就要再回来，这样很好笑。